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做一个预告，今天下午北京时间会有2件事，一个是我们的每周直播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期我的会员频道，两边的会员频道会发一个特别长30多分钟，我说我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鞋，倒不是说有什么不能说的，而是因为我们每天这个节目这么说，可能不如在室内一个一个那么说，说的更细致。欢迎大家能够来看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15号星期日，放假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，咱们直播间见，看看有没有在日本生活的小伙伴想要41号的6.0 Pro 的。下午说啊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新鞋又到了，看吗？40的6.0 Pro， 真是尴尬啊，花了双份的钱。这双大小就合适。但是有小伙伴一直说6.0 Pro 说包裹不好，我的感觉是它的后脚跟的包裹有点像2代的 Vaporfly， 就如果你穿惯了那种特别跟脚的鞋，就比方说 Alphafly， 或者是还有哪双呢？比方说5.0 Pro 这种，就是后脚跟那儿特别的跟着脚，你怎么着都不会出来的话，这双鞋刚穿的时候会略微感觉到一点点后脚跟有那种刚穿上2代 Vaporfly 那感觉，但是不至于影响跑步。我的分析是，第一，它后脚跟做的比较硬，就支撑面，然后第二呢比较薄。我看它是有2个鞋带孔的，在脚脖子那儿，也可能是可以选择就是脚脖子更窄那个方案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鞋，好吗？一会儿聊啊。有一点开始下雨，如果镜头上有水，就各位见谅。前面是大阪城里边这大坡，那天我穿41号的110X 6.0 Pro， 是什么东西坚定我说觉得那双鞋大呢？就上坡的时候，感觉后脚跟都从鞋里出来了。现在咱们40的试试啊！因为我2双鞋都是自己花钱买的，原价买的，所以我说的大家相信我。走。还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和2代的 Vaporfly 表现一致，和我的判断也一样。上完这坡好累啊，这坡10%以上了应该。因为整个大阪城的高度基本上都被这么短一个坡给干掉了。而这个高度就是大阪马拉松那个32公里400多米那个坡，我大阪马拉松的比赛日视频也拍过，它缩短了这么多，还是一边高。所以大阪的半马要比全马好跑，大阪的半马容易出成绩，从大阪城出发跑到长居公园结束不回来，基本上没有爬升，甚至还有下降。全程马拉松从大阪城出发还要回来，大阪城是大阪基本上最高的地方。
下个月要去的东京半马，也是一个折返路线，基本上就是100%折返，差一点点。也是从特别高的地儿出发，回到特别高的地儿。大家看我去年的影片，一开始的下坡，最后的上坡，特别煎熬。这双鞋到现在马上10公里。我的脚长是，就是光着脚长是248毫米，大家就可以理解为，比方说25厘米，或者是24.8厘米这个样子。然后我是那种大拇指最长的脚型，就是脚趾头是斜着的。这种的好处是不顶脚。这种情况下，您要是买110X 6.0 Pro， 就买40的，相信我没问题。再小肯定就小了。我现在 B 站橱窗里就是官网的链接，而且我第2双是从淘宝的他们的官网店买的，就能直接选日本的地址寄过来，特别快，几天。之前首发那天不行，那天只能自己弄的转运。老爷爷又在训练。哎呦来嘛，来到。Thank you。老爷爷80多了，在准备自己的第1个半马，好像是因为我是听后藤先生说的，我怕我听不懂理解错了。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这双鞋的感受吧。从41那双我穿了15公里，这双到现在是昨天下午7公里，今天是已经10公里了。那这 110X 6.0 Pro 在我脚上已经30多公里了。如果您看的是英文字幕或者日文字幕，品牌可能会翻译错，因为用的是 AI 的翻译，他有时候会理解一下，但是他又没听说过这些品牌，他有时候会把，比方说会把特步或者会把闭麦翻译成彪马或者是什么，就很奇怪，大家见谅。我应该跑下边。就是这双鞋，我的评价是，它的软硬感觉在 3.0 和 5.0 之间。这儿我说的都是 Pro 110X 3.0 Pro 和 5.0 Pro 之间，就刚性在这2双鞋之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和闭麦的惊叹 3.0 比，因为这2天都在密集的穿这些鞋，感受还比较的真实。如果把闭麦的惊叹 3.0 的弹性比成特步的 110X 3.0 的弹性的话，你穿上 6.0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好像没有那么弹，脚下会比较硬。然后呢，你在跑起来的时候，不管是快慢，能感受到的是它碳板的推进力，而不是鞋底的弹力。但是因为这种逻辑，所以在很慢的时候，比方说我慢一点，比方这样跑的时候，它发挥不出那么大的力量，因为踩不动它。这是我的判断。2双鞋一边沉基本上。然后呢，包裹性这点我要说啊，包裹性可能 6.0 Pro 做的一般，只是说没有大毛病，但是不够优秀。这里我说的包裹性是后跟儿前掌的包裹性，我很满意。这每个人的脚宽度啊、形状不一样，就算是那双大一点的41的，我的前掌也不晃，就也很稳。但是反而大家说
这双鞋后跟窄，稳定性不好，但是后跟的包裹性我觉得有待提升。另外就是大家说的所谓后跟的稳定性，我觉得穿这双鞋如果依赖后跟的稳定性，那其实你也没有到穿这双鞋参赛的时候。就这双鞋的给你的发力感是前掌和足弓的部位，就是它在咱们还是拿阿尔法 Fly 的气垫的位置来比，在阿尔法 Fly 气垫那个位置的弹性回弹感是没那么大的，但是它整体的向前的推进感特别大，它和惊叹 3.0 是两个不一样的风格。但是这双鞋在下坡和过弯的时候，比方说现在这儿我有一个90度的弯，它在过弯的时候的灵活性和稳定性，我觉得要比惊叹 3.0 好一些。惊叹 3.0 有一个小的遗憾，就是它的鞋底可能过多的考虑了支撑和稳定，它在过弯的时候不那么灵活，就是要拐稍微大一点的弯，个人感觉。当然我过弯的技术不好，我力量不够好。购买建议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看现在市场上的鞋的价格，咱们就说最实在的，说价格。像 Nike Alpha Fly 2000多块，对吧 ？Vaporfly 和这双还有一些旗舰款的鞋，比方说阿迪和 ASICS， 都是1000出头，1200、1300的样子，都说原价。那这个时候，我觉得阿尔法 Fly 的竞争优势就变小了。这就是还是昨天说的19法则，甚至在这儿都不是19，是95跟5的关系。就是如果您有一场非常非常厉害关键的比赛，您又可以穿阿尔法 Fly 3不磨脚，要100%投入的话，我觉得阿尔法 Fly 3可能还是会胜出那略微的%几。然后第二梯队这双6.0 Pro 我穿过的啊，还有闭麦的惊叹 3.0 可以作为第二梯队。这两个的差距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刚才我说的阿尔法 Fly 和其他鞋的差距，就闭麦会稍微的落后一点点，但是价格大概差了将近一半。像 Vaporfly 在这两双鞋的面前，就是惊叹 3.0 和 10X 6.0 Pro。在这两双鞋面前 ，Vaporfly 3打已经不能打了。它除了重量上比较轻，然后比较灵活，它是一双很合适的鞋，就什么人都能穿。但是从有劲儿这一点上，已经不能打了，我觉得。像 Metaspeed 也不能打，在有劲儿这件事上。Metaspeed 和阿尔法 Fly 3差不多，都是定位在大家穿起来都挺好。喝口水，今儿没带水。呵，看这老大爷。这就是基本就是购买建议。其他的鞋，就目前为止我穿过的，没有比这两双好的了。在马拉松比赛上，竞速上，我说的都是竞速啊，就是您要去冲击成绩，而不是日常的训练。日常训练可以考虑性价比，
就是这样。至于按比赛来分，我觉得，因为现在这双鞋和闭麦的鞋我都没有穿过全马，也没有跑过21公里以上，但是我就凭我的经验和感觉，我觉得在10公里以内的比赛，包括10公里，闭麦那双鞋应该和这双鞋和120X 6.0 Pro 不相上下，甚至也许还有优势，因为它体感上更弹。到半马的时候，我这两双鞋应该是一样的，就同一个水平的人穿上。这儿也不能说成绩完全一样，而是说就穿上跑一个半马的感觉，因为关键还是在人不在鞋。如果到全马，我个人认为特步这双会有一些的优势，在后程，在最后几公里，最后几公里它可能因为它的这个推进逻辑，会让你更感受不到，因为你力量的，就是你没有劲儿了带来的衰减。而闭麦那双呢，也许跑到35公里以后，可能会觉得鞋底有点软了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不就是怎么说呢？没有差那么多。关键还是看人不看鞋，鞋是让你跑得更开心的。行吧，基本上总结完了。然后我 B 站的橱窗里有这双鞋，9月19号闭麦那双开卖以后，我的橱窗里也会有。咱们训练后见，加油干！哎，9月15号星期日清晨7点19，还在钓鱼点训练结束，第3个训练日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今天有点快啊，4分52，运动表现优秀，训练负荷中等，有氧效果提高，无氧效果无效果，最快1公里4分27，平均心率144，还行。今天就是这双新的120X 6.0 Pro， 挺不错。你看我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我前2天跟大家汇报一下，第一天是一个30公里，虽然不快，但是那天特闷热特艰难。第2天就是昨天，先是3公里多的热身，然后一起跑15公里，平均配速408，最后2公里冲到3分30，然后又4公里冷身回家。昨天下午又跑了7公里多，等于前天30，昨天差不多是29点多，等于前2天已经跑了60公里了，今天有一个21，3天81公里，还可以吧？今天跟大家聊聊鞋，好吗？有什么就还想再看的，就关注我的今天下午的影片吧。然后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这周期我们还是照例回评论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我们下午直播间见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午明天再见。